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今天呢，要跟您聊一个很敏感、很禁忌的中国话题，就是中国到底会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人民抗争，也就是民变呢？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中共当局最近出现了好几项不寻常的举措，让人感觉到中共似乎有所不安了。比方说，11月13号。中共农业农村部在云南开会的时候，就强调要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要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简单说呢，就是怕大批农民工失业之后回到农村，会成为威胁政权的不安定力量。那11月28号，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的内部学习会议上强调网络管理占据国家治理的重要地位，他要各级各部门加强，要强化管网治网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及时有效解决突出问题，还要加强对网络平台、自媒体和多频道网络机构的引导。用白话来说呢，就是要加强审查网络，快速打击网络上出现的种种不利中共的问题。特别是要加强对网络平台和自媒体的审查。那12月10号呢，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批评许多地方有经济造假的问题，有数字注水、虚假开工等等乱象那习近平公开批评经济造假呢，这确实很罕见，看起来好像在纠正官场的不正之风，但实际上呢，很可能是一种甩锅与维稳因为他发现各地的经济问题实在太严重了，那责任呢不能都让他来扛，所以呢，他批评各地造假，等于是把黑锅甩给各地政府，是你们这些刁民在害朕，不是朕不行。同时呢，这些话听在老百姓的耳里可能也起到一种疏怨解气的作用让那些还相信共产党的百姓误以为党还是在为人民服务达成一种思想维稳。那到了12月22号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了一份过年相关的文件，那其中第6点明确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还要坚持发展枫桥经验，也就是呢过去中共惯用的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手段，那目的呢是为了维护党的安稳。那简单说最近中共这些举措都凸显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觉得大局不妙，形势不安，所以呢推出各种维稳手段来保护政权跟利益。那特别是最近传出了中国境内有人准备搞民变，时间点就在明年的过年期间。中共公安部在11月20号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一份报告，里面提到有一个叫做富国党沦陷区京津地区特别党部的组织，最近在散发一份文件，叫做2026过年期间发起截取中共狗官贪污的不义之财，以济民生，以聚人民起义能量。那这份文件说这个富国党准备在明年的过年期间出动，去抢劫中共贪官的不义之财，希望中国人民都能共襄盛举。他们说，虽然现在不少人改用了虚拟货币来藏匿贪腐的赃款，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共贪官不太懂这个，还是把大量的现金存放在自己家里，或者亲人或情妇的家里，所以这些钱如果被抢了，他们也绝对不敢报案张扬。那中共公安部对这个消息是非常的重视因为每个人都怕自己被抢是因为这份文件已经在10几个大型、中型城市和几十个乡镇之间流传了，所以公安部赶紧汇报给党中央，那党中央又把这份报告转发到全国各省来高度警戒。那我想这份号召偷袭中共官员的文件应该是确有其事，否则公安部不需要这么严阵以待。而且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中共今年应该确实感受到了强大的民变压力，所以才会把公安部的报告转发全国。那么，中国这股民变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呢？那民变真的会发生吗？我们马上来分析。不过呢，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记得要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就能够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好，那就我个人观察呢，我认为中国确实很有可能会发生民变，只是时间点还不确定。不过中国确实已经具备了爆发民变的土壤跟养分，那这些养分呢，其实就是中国社会的警讯。第一个警讯
经济崩跌，大规模失业，人民收入锐减。中国的朋友们今年应该都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经济今年确实冷飕飕。不但外资外企跑了很多，那许多坚持活着的企业也都纷纷的裁员、减薪、停奖金，就连公务员和央企也都逃不了。不只让人民的收入大幅减少，还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问题。因此，从11月开始中国各地就开始出现大批的农民工要返乡过年了，因为城市没有工作了。中国房市陷入冰河期，那地产业倒闭的倒闭，停工的停工，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到工地打工的3亿农民工，以及房地产上下游的装修、家具、钢铁和水泥等等的产业。而且呢，百业萧条、裁员减薪的结果促使人民不敢轻易的消费，或者是消费降级。那接着呢，就让餐饮业和服务业也跟着萧条，也跟着倒闭、裁员和失业。那简单说今天中国经济撞上了4大危机：失业危机、房市危机、债务危机和通货紧缩危机，所以民生是越来越困难。因此，今年的过年返乡潮提前登场了，这让中共非常担心这2-3亿农民工回到农村，如果将来不再回城市打工，在农村又没法过活，那就可能会变成新时代的陈胜吴广李自成了。那根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易眼网统计今年前11个月，中国农村的抗争事件比去年增加了70%。那许多农村都跟当地政府发生了激烈冲突，所以中共非常担心农民工会揭竿起义。那特别是现在回流农村的农民工都有大城市的生活经验跟政治观察，那如果农村没法让他们活下去那他们就会更容易的爆发不满。但是说真的，中共确实没有能力解决这2-3亿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严峻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还没解决。像今年7月，中国就要迎来破纪录的1222万大学毕业生，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家人口而且呢，今年肯定是史上最严酷的就业季，因为过去2年里每年都有破千万的毕业生加入职场，但是就业率都不高。因为外资撤离了，企业倒闭了，职缺是越来越少，薪资越开越低，那竞争也就越来越卷了。中共官方自己就测算说今年的青年失业人口会超过1230万人，但是这个数据还是相当低估的，因为中共是用青年失业率18.9%去推算的。但是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已经指出，实际的青年失业率可能到46.5%。那如果用张丹丹的数据去测算的话，那今年的中国青年失业人口会超过3000万人，相当于1.25个上海市或1.27个台湾的居民都失业了。你可以想象吗？而且呢，这批几千万的失业大军都是有一定的知识与文化水平，是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批判意识的。他们还懂得使用网络和翻墙，所以大规模的青年失业往往被认为是社会动荡发生民变的前夜。那如果几千万的青年真的集体反抗了，再结合2-3亿失业农民工的力量，那你说北京当局会不会焦虑的夜夜失眠呢？那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各地政府没钱了。从9月1号开始，强制所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也就是5险1金都要缴齐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只缴一部分。那这更加重了中国就业人口的负担。有年轻的律师就抱怨说他的月薪是2500块，扣掉1800的社保费用，他只能实拿700块，这怎么过活那简单说呢，中国越来越多人不是失业了，就是走在失业的路上。而幸运保住饭碗的人却要面对共产党镰刀的劫贫济富。那这么巨大的经济与生活压力就是点燃民变的主力养分了。好，休息一下，来看个精彩的视频。关系到你人生的秀，这就是你生命等待的。神韵，每年一套全新节目。
神韵2026年的全新节目已经展开全球巡回。那神韵目前在法国演出是场场爆满。那接下来神韵马上要在美国的加州、德州、佛州、康州以及欧洲的波兰和台湾台北演出。那请您不要错过这场世界顶级的演出。那至于为什么您应该看神韵，那看神韵会带给您什么收获呢？可以参考我们这期节目的介绍。另外，只要您在神韵官网上购买美国境内的演出门票，输入这个优惠码 NTDTH26 就可以免去买票的手续费，还请您多加利用。那详细演出的信息呢，请您到神韵官网了解神韵 .com。 好，再来看中国民变的第二个警讯。第二个警讯，中共政府蔑视民权，民怨抗争节节升级。中共今年不但带给民间巨大的经济压力还施加了更庞大、更繁琐的侵犯人权压力。像今年7月，四川江油爆发了14岁少女遭人霸凌的事件，但是当局摆烂不作为，几千名民众前往市政府去抗议，结果当局出动了大批特警搞镇压，爆发了激烈的官民冲突。那10月底，海南琼中县有国旗砍掉民众的槟榔树，引发大规模的警民冲突，警察甚至还开枪恐吓抗争者。到11月底，贵州贵阳爆发了农民集体抗争，因为政府推行强制火葬，要把已经下葬的遗体挖出来强制火化，引爆了强烈的民怨。在12月初广东深圳的易利生科技因为工资问题爆发了大罢工，最后衍生成大规模的警民冲突。那像这类的集体抗争和维权事件呢，还可以无限的写下去。因为根据台湾陆委会披露光是在2020年，中国各地发生的集体事件就超过26万起，平均每天超过712起。那2025年的中国呢？我想民怨肯定是有增无减的，所以才会逼得百姓公开表达这些民怨，因为他们受不了了。像今年4月，四川成都的高架桥上出现了3个反共条幅，上面写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8月，四川重庆也爆发了投影抗争，有人在大楼外墙打上了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以及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等等的标语，震惊了全国。10月份，中共4中全会才刚落幕，那北京三里屯又有人挂起了反共条幅，上面写着：共产党的本质是反人性的反人类的邪教，他们必将给中国带来无尽的灾难，呼吁要开放党禁，要建立自由、人性、法治的新中国。大家知道中国是全世界摄像头和监视器最密集的国家，有7亿个监控。那是什么程度的民怨可以逼得百姓义无反顾、不畏生死的走上这条抗争之路呢？而且现在中共还在施压那些失业回到乡下的农民工，逼他们过年之后得离开家乡。可是城市没有工作，还不能留在家里，那你要逼他们去哪儿呢？是不是只能够逼着他们到各地省政府去打尖儿，或者是跟李自成一样去北京中南海打卡呢？第3个警讯，人民人矿化，国家掠夺百姓生命财产。很遗憾今天的中国人民不只是共产党的韭菜，而且还成为活生生的人矿，任凭党国权贵们掠夺滥用。比如说火灾器官这件事，在2006年被曝光了几年之后呢，很多中国人还不相信。但是现在中共活摘器官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了，因为有太多的孩子跟年轻人都莫名其妙失踪了。根据中国新闻网2013年的报道每年有超过20万的儿童失踪，其中只有0.1%能够找回。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10几岁青少年失踪或者离奇死亡。比如说2022年的江西胡鑫宇命案就被怀疑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我们要尝试想一想今天中国有7亿个监控摄像头，那为什么都拍不到这些失踪孩子的身影呢？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都这么巧的故障呢？可是同一时间，中国的器官移植和换血回春的产业却在蓬勃发展，这不让人细思极恐吗？那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小学都要强制对小孩抽血验血呢？
是不是在建立全国共体资料库呢？今年10月，河南有个14岁少年叫倪海超，他被医院判定脑死之后，隔天遗体就被用来完成6台器官移植手术。那这种高效率实在是匪夷所思哦。毕竟器官移植是不能随便换的，至少也得配型成功才行。但是少年被宣布脑死的隔天就完成了6台手术，这不就说明了背后有一套精密的产业链系统，早就提前安排好这一切，要等着夺取这个少年的年轻器官吗？尤其是今年93阅兵期间，习近平跟普京公开谈到了器官移植、长命100岁，要活到150岁等等，震惊了中外，也更让人担心这些独裁者权贵会为了延续自己的性命，夺取无数年轻人的命。而且呢，中共不但掠夺年轻人的器官，前几天还宣布把民众献血的年龄上限从55岁放宽到65岁，引发了社会哗然。想一想年岁大的老人身体可能都有疾病了，还要他们来献血，一来呢是对他们身体构成的风险，二来呢也是对整个社会带来风险。那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做法是不安全的。那为什么还要老人来献血呢？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激怒更多人民的是于朦胧事件。于朦胧，一个身家清白、善良正直的年轻艺人，却遭到党国权贵的百般凌辱、虐杀，甚至还传说被献祭用来帮中共党魁延寿。那这场悲剧激怒了许多原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也让他们醒了过来，让他们惊觉到，在中共的统治底下，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安全，也没有尊严。因此呢，已经有超过73万人联署要为于朦胧讨公道。那现在就传出了，包括陈都灵、迪丽热巴等等都涉及了被献祭。那不管案情是真是假，但是这类艺人被权贵当人矿的案件只会激发更多的民怨，会促使更多的年轻人觉醒过来，埋下未来的反共救中国的火苗。所以呢，大规模民变真的离中共不远了。或许有人会说中共有那么庞大的维稳力量，即便百姓想起义可能很快就被镇压了吧？那过去是这样没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共这几年搞砸了经济，不但许多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甚至还要求公务员要补缴社保的欠款，动不动就是几万块。那大家想一想这就是韭菜不够用，镰刀向内割的内卷困境。那公务员如果拿不到工资或者被减薪，那谁还帮你卖命维稳呢？像最近中国网络上频频的出现跟党国对着干的冲塔现象，也就是网络上出现中共的敏感词，或者是出现批评中共的言论。像抖音最近就出现了6·4、于朦胧、李克强死因等等的视频，这就意味着中共的网络管理部门已经开始有人罢工或者摆烂了。所以习近平最近才开会强调要加强网络管控，也就是说网络上已经出现中共的维稳破口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期，在农村和3、4线城市呢，可能会因为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导致维稳人员离职、罢工或者是不作为。那维稳的铁拳要松动了，所以这些地方很可能会爆发更多的集体抗争，甚至是大规模的民变。那时间点我们还不能确定，但是呢，从整体的经济与社会局势来看民变已经不远了。而且中共党魁这几年的清洗军方，让军队里的反习派相当的不满。那如果哪天真的爆发民变，那军方会不会也有人顺势的起义，使得失业的青年和农民工大军跟着反习派的军人汇流在一起，对抗中南海？我想这样剧本是不能排除的。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王朝末年往往都有这样的路线图。首先经济萧条，政府财政困难，那接着民生崩溃，引发社会动荡，抗争四起，那接着再出现军权失控分裂，导致政权的正当性崩塌，最后发生了革命，也就是兵变或者民变，然后就改朝换代。那今天的中共是不是就走在这条历史轨迹上呢？而且已经走到尽头了。好，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